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Lu DIY。那么从今天这个小视频开始呢，我会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去打造一个日本花园。那么实际上，过去2个礼拜呢，我一点一点的刚刚完成了这样一个项目。如果大家 follow 这个频道的话呢，那么最后呢，你会看到这个日本花园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建起来的。说起这个日本花园呢，其实在海外呢，在北美这边呢，越来越流行了，但是现在呢还属于比较小众，它的选料啊和它的植物啊这些是比较讲究的，那么首先呢，它就是需要一些比较大的那个石头，最好是花岗岩，这些石头呢是挺重的，那么需要一些设备在安装啊、运输啊这个东西呢就是不太容易 handle，还有呢就是需要比较小的石头，大的石头呢是作为山。然后小的石头呢，就 pea stone 啊，像那些有颜色的一些石头，小石头，在这个大石头中间呢，实际上是作为水，这是2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元素。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呢，就是这日本传统的这种花岗岩的石灯，然后呢还有这种花岗岩的水盆，当然这些东西呢，实际上是很难买得到这种花岗岩的产品的，我也是花了一些功夫才在local 找到一个supplier。去买到这些产品，另外呢就是有日本特色的植物，当然最常见就是这种日本枫，因为我前院呢已经有了一个是红色的，所以呢我想换一下，我就买了一个绿叶子的日本枫，树干呢是红色的，我觉得非常有特色，另外呢还有一些植物呢，例如说柚就是这种常青的。那个我这个日本花园呢，我希望建成那种低植被的，低管理的，就平时不需要怎么打理，所以呢，我这个植物呢不是很多，大概主要就是这2个。好，那么这一期呢，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石料的选择、购买、运输，还有呢就是植物的种植。OK，现在呢就是找到一个 private seller， 然后它这个后院有一些石头，这个石头呢还是经过长年累月 veteran， 还挺自然的，其实挺好看的，25块钱一块，挺适合我的这个要求的，当然也可以去那些材料厂买，但是材料厂买呢，它很多都是从那个 quarry 过来的，就是采石场。那些石头呢，一般都比较新，都是刚刚开采出来的，棱角比较分明，所以还很难找到像这样的这种很圆润的这种花岗岩。所以有的时候你上那个 Kijiji 和 Facebook 可以找到这样的 deal。这一块石头大概都有200磅左右，所以还是很重的，所以千万不要用力量去搬它，一定要使用这种简单的工具，然后用这种兜里，这样呢，操作起来会省力很多。好，差不多搞了1个小时，搞了一车，还是挺重的，有点辛苦。这个石头的工作其实主要是运输，因为它非常重。然后呢，就是给它安装。这2步呢，是一般的人呢就觉得，一般的 house owner 就觉得很难 handle， 因为它特别重。这辆车呢，应该足够我来做这个日本花园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还是挺漂亮的，我非常满意。好，现在我们可以回去了。好，现在买了一些石料，现在准备把它卸下来。
这石头是超级重的。就这样，这样给他那个。你可能再轻。别，你的脚，小心你的脚。是。小心你的脚。滚到处都是哈，没事儿，就这样放这儿吧。处理这些石头的时候呢，有一点特别要注意，就是不要试图去搬动它，可以把它滚起来。一开始呢，我用这种小的撬杠，把它一块一块的，想把它撬下来，但后来发现呢，这个方法也不是很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过程呢不是很顺利。所以这个卸货的工作一直进展非常缓慢。这一块石头估计有300到500磅，还是非常非常重的。现在用这个绳子，这个还挺方便的，把它拉下来就行。后来呢，发现了一个好办法，用这种很 heavy duty 的绳子，用它来拉。方法找到了以后呢，其实做起来就方便多了。做起来呢就会非常的顺畅。好，忙了一天呢，差不多搞了这么多的石料，看起来还挺多的，因为我那个规划中的那个日本花园呢，其实也没有多大，这个呢可能有点过多了，但是呢，也没关系，因为我这边前院呢有些地方还是可以用掉的，所以我就先捡我需要的最好的形态的，然后去做这个日本花园，然后剩下的呢，我会把它放在其他地方。这个岩石呢分成2种，一种是花岗岩，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而且呢，这些花岗岩呢，就是说，比较大，而且呢，它一般有一面呢是比较平的，正好做那个边缘 border 是比较好的。还有一些呢，相当于这种页岩是比较扁平的，一层一层的。这种呢可以作为踏脚石，也可以作为这个一些花园里面的一个装饰，也是挺好的一个材料。这个呢，你就需要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审美，然后呢，打造你自己最满意的花园。明天呢，因为我这个车租了24小时，一整天，所以呢，明天上午还有点时间，我可能会去料场，再去买一点，小的那种 piston。这个呢，就是这个大的石头中间呢，我会用小的这个 piston 来做 cover，然后呢，中间会种一些植物，最后会形成这样一个日本花园的效果。好，现在呢。做这个日本花园第一步要做的工作呢，就是种绿植。我要种的绿植呢只有2个，一个是这个绿叶的日本枫，还有一个是叫做日本的柚 Japanese 柚。因为这是一个低植被，基本不需要怎么维护的花园，打理起来呢会非常的方便。这个呢，基本上是这个日本花园建造的第一步工作，因为只有这个植物定了以后呢，才能去安装这种大的石头。
由于我的这个土壤呢是渗水性不太好的粘土地，我把这个坑呢挖得很大，大概是这个绿植的盆的3到5倍吧。如果你的土质比较好呢，你是不需要挖这么大的。我这么做呢，实际上是为了改良一下土壤。这个呢是我买来的 Peat Moss， 我还买了一些黑土，然后呢再混上一些compost， 也就是堆肥。我把这些东西呢在小推车里面充分的混合。这种 Peat Moss 呢，我是在沃尔玛买的，挺便宜的。但是呢，它呢应该不是那种纯的 Peat Moss， 里面还有很多木屑之类的东西。但是对于种树来说呢，是足够了。我还加了一些草肥。好，现在呢，把它们充分的混合。这一堆东西呢，最后是非常有营养的，而且渗水性比较好。我希望呢，能够给这个树的根系呢，创造一个非常好的生长的环境。因为我这个坑呢挖的比较深，所以在这个坑的下面呢，我还要垫很多这种调制好的土壤。因为种树的一个诀窍呢，就是你不能把这个树埋得太深。这个树来的时候，它接触土壤的位置呢，不能把它埋起来。所以呢，下面呢，我给它垫了很多调制好的土壤。好，你可以在这里看，你这边，我放一个这个标吧。这个呢，就是我买来的枫树，叫 Core Bark Japanese Maple， 就是珊瑚红树皮的这种日本枫。这个呢，以前不是很多见，最近这2年比较流行，所以呢，因为我前院已经有了一个红枫了，我就区分一下，买了这种品种。其实日本枫呢，它的种类非常非常的多，它的高矮啊，它的跨度啊也非常各有不同。像这种日本枫呢，据说可以长到20尺，也就有我这个房子这么高。对，还是挺大的一种树种。对，就这样。其实刚刚那个我更喜欢，再往墙里转。哎，对，好，可以了 ，perfect。我种这个树之前呢，我先在这个坑里面呢，给它加满水。这个呢是叫定根水，一定要新种的植物呢，一定要确保它的根系呢，吸饱了水分。然后呢，我会把这些调制好的土壤呢，再一点一点的把它填进去。最后呢，在上面再撒一些水，让这些土壤呢更加密实的包裹住根部。好，现在种这个 Japanese Yew 是一种常青的植物。这种树种呢，其实在多伦多这边还不好找。一般的柚有，像这种造型有点像盆景一样的这种 Japanese Yew 还很难找到。我是在一个离这儿还有点距离的花场，我偶然间碰到的。当时它只有最后一盆了，大家可以看到状态也不是太好，有一些树皮已经剥落了，另外还长满了杂草，而且呢有一些叶子已经黄了。但是呢今年呢这个疫情 COVID-19 想买这些东西呢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很多地方都断货了，而且这些树呢现在价格是非常的贵。而且呢我提出这个问题，我问那个老板，我说你这个状态好像不太好，能不能活？那么他马上就来一句说那你就别买了。所以呢基本也没有什么选择，这是最后一个。那还是把它拿过来，然后好好
照顾一下，希望它能够顺利的长大。如果不行的话，可能秋天的时候我还会再去换一棵，回头呢再给大家 update。好，这个呢就是这2棵植物种完了。现在呢，它们呢算是这个日本花园的主角，有生命的物体。那么它们的位置定下来以后呢，那么下面呢就可以根据它们的位置和形态来做接下来的这个建造的工作。好，这一期的小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您觉得还不错，请给我一个 thumb up。如果您第一次访问我的频道，或者对这个话题感兴趣，那么请不要忘记点击红色的订阅按钮，并打开小铃铛，这样呢你就不会错过下面接着的一系列的视频。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